和咱们之前讲过的 SHF 版新蝙蝠侠同属日产美系分支嘛。这一分类下的可动人形产品也有着比较相近的包装制式，点缀元素加大开窗的盒子，官图堆砌组成的包装背面，佐以新蝙蝠侠宣传物料的红黑配色。马飞这版最直观的优势就是大方向的全喷油画，让产品的整体质感更厚重沉稳，没有突出的成型色贼光。战衣整呈现区域的调色上，因为这一版道具的颜色暧昧，所以在玩具的呈现上也很有趣儿，8家调出10个色来。战衣颜色也谈不上有标准答案，黑灰军绿的融合色往哪个颜色倾向一点问题都不大。马飞这个是调了个偏深的蓝灰色，自然光环境下这个颜色偏浅，在强光下会偏黑，这倒也比较契合这身战衣本身的暧昧色属性。展出的电影道具也是各个光源下拍出各式各样的色儿。新蝙蝠侠的战衣结构比较复杂，细节呢也比较繁多，在大尺寸的玩具上完成越多考据还原的细节越好，但是在这种小比例的硬胶产品上，需要在这些繁多的细节里做取舍。马飞这版的细节取舍既体现在建模上，也体现在涂装上。例如说，突出这身战衣手工质感的多处缝线位，最有代表性的是皮罩面具上的，它是相对细致的把这些缝线得以保留。在模具上的纹理也比较突出，从鼻子到眼后到耳前，以及一条衔接性的缝线位。腿部股四头肌位置的织物护甲应该是战衣上最突出的缝线位，很大一条，把这个护甲位一切两半。这个缝线位和围绕它出现的一些次要缝线位也在模具上有所体现，不过刻度就比较浅，意思不突出缝线的结构。胸甲与胸甲之间空隙上的缝线位，这直接就给变移了，这个也合理。实际胸甲之间的这个缝线位，即使在关注等比的电影道具的时候，副甲间的缝线位也不是一个突出点，很难发现。等比缩小个12倍左右，这个东西它就应该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实际原关图还真有这个细节，它甲位的这条线里头弄了一个一个的颗粒去表示这个缝位，大货直接就糊没了，但是对于实际的呈现效果影响不大，甚至我更倾向这个大货版，表现状态上更合理一些。在涂装呈现上，咱也先说取舍，取和舍的3个点位，一个合理，一个可惜，一个过了。被抹了的涂装，靴子上的一圈黄，这个在电影道具上是有的，靴筒最顶端的一转圈，这个取舍算合理。一方面呢，等比缩放之后，现在靴筒的厚度位已经太窄了，表现空间太小，就可能导致涂细点一圈，颜色浅点，可能几乎跟没涂一样；颜色艳点，涂厚点，那可能会在周身上特别突出的有一个黄圈，这个细节可以没有。另一个，这不能算取舍了，这算偷色了。肩甲是没有分色的一水黑，那要是截到胸以下呢，就算这产品的超 A 面了。这个产品的整体基本上没有什么缺色的地方，战衣上都有比较显著的分色，但是放大到胸项位置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肩甲缺色，整体这个表现效果要弱一些，可以一目了然的感觉到肩膀位置的分色单薄，肩甲这俩窝里头加个灰色的分色，整体质感能再上个台阶。细节还原堆砌上过火的位置，胸前胸标上点缀的这种黄不筋的点儿，这个要比 SHF 的呈现状态好，没有把它做成拟像化按钮的感觉，但是波漆类的磨损做的太噎人了，质感状态跟整个战衣都搭不上，而且这个状态很不自然，很假。另外就是胸甲的中缝，这2块胸甲代表的是人的2块胸肌，这中缝代表的是胸沟，这没有啥可解释的。这个胸沟的沟它本来就已经是一个结构上很大的落差位了，凹下去挺大一块，这个位置在原著里就没涂装，本来也不用涂装，马飞是把它给涂上了，而且涂装它呢用的是跟胸标一样的顺色黑色，就把它跟胸标的图形位揉在一起了，这他妈可有连锁反应。胸标本身没这些花，你给加了这些花，又给加了个脑袋，加了个尾巴，它就不像蝙蝠了，改沉默的羔羊了。这是那扑棱蛾子 logo， 你看没？翅膀上花纹都合适。涂装上除了以上位置，其他点位没有突出的亮点或者槽点，都比较工整，诸如臂甲上的黄条绑扣和臂甲本身的分色处理，护腕上的钢钉、腕刺头、腰带上各种材料的分色位都是比较理想的。腿部的绑带、卡扣、织物的分色位在涂装上都算严谨。背部这已经算是玩具壁面了，建模也很工整，不论是腰带的细位，还是整个战衣背部的结构，乃至是一些轻微的衣褶，体现上都没有大问题，涂装也挺板正。产品整体在建模上的刻画应该讲比较理想，整体身形修长，不是突出的大维度。这一版战衣身形上的主要特点
集中在胸前腹甲这一块，这一点马飞在还原考量上做的挺好，做出一种填充感的水桶腰，而由更粗的胯和更宽的背组成了这个位置的弧度线条，让它有那么一些弓字形。同时它还原了腹部填充甲的状态，让这个肚子在侧面看有一些肚囊，也让这产品整体还是挺有原著的调的。这次披风的选料是超纤皮，这就算是目前常规采购材料里也最接近皮质质感，也最轻薄的一种料了。相对的呢，也比较有垂感。这个材质和这个剪裁，在这一定位的玩具产品里算是不错的了。马飞做这个蝙蝠侠披风经验算是挺丰富，从建模开始思路就一直能称得上是理想。顺势的一个披风里4股铁丝儿都是竖直的，下沿不直，让它有垂感的同时有延伸感，下边让它飘起来轻盈的。披风整体效果是过关的，问题也有。第一就是还是执着于还原原著披风的尺寸，导致这个披风过大了。实际呢，新蝙蝠侠对于披风这个造型需求也并不是很强，可以适当的把它减小一点，这样呢就会减少披风的堆叠面积，让它相对的看起来更轻薄，同时也能让肩部这个披风突出的堆叠位比较臃肿的地方更放松一点。另一方面主要集中在脖子附近，第一就是线头，因为它脊骨缝线的接位都在这儿，所以难免会有一些突出的里出外进的线头之类的，在视觉呈现上呢就会有小尾巴。另一点是披风比较适合在这个位置，或者是做缝位，或者是做磁铁的吸位，让它固定在这儿。不然呢，只有前端固定，这个披风后边总跑，就是你每次不管是摆一个任何造型，还是动一动手臂，它都会变成这个样子，你就需要再去重新拽它。也就是说，它需要一个固定点，也能解放一部分高领子。目前呢，因为肩膀位置堆叠的披风较厚，所以这个高领的效果不太突出，这个特征位有点被抹掉了。这个产品的关节在马飞影视线算是切位比较多，功能也比较多的。有2个比较有亮点的结构切位，第一是胸关节，它正好是依托了胸腹两甲之间的图形位，切位点可以说是相当合适，在日产美系分类下算是非常有水平的切工了。第二是腿部的膝盖切位，它在原著中是有一块织物的西甲的，它是把这个西甲的图形融入在了这个切位里，没有在切位上再做一块西甲，做一种套娃的感觉，而是直接把关节位和图形位2合1，这也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切位，相对的兼具还原和完整性。这2个应该算特别板正理想的切位，但其中一个应该算是这个产品评分降低的罪魁祸首，就是这胸关节切的嘎嘎板正，但是呢连接器给长了，就导致绝大部分的造型下这个胸以上都他妈是悬空的。非穿帮位呢基本上就只有这一个点，就是刚才咱们站的这个造型，其他的任何一个幅度下都穿帮。另外一方面让人互动很膈应的罪魁祸首也是这儿，就是你悬空它可以悬空啊，但是你关节得稳，它这个位置的关节并不稳，就是它不仅悬空，它还啷当着，它不仅啷当着，因为它是全喷油，它跟下沿还蹭，你要多摆了，你把底下消光蹭掉了，这位置能蹭锃亮的。因为这个产品一动吧，它这披风总跑，你想去救回一下披风呢，这胸也跑，就是在把玩的时候有一种按住葫芦浮起瓢的感觉。再加上由腹胸肩组成的躯干位，本来就是在把玩中你主要集中视觉注意力的点，这个位置一零碎，你这个把玩体验就会很不适。其他关节咱们从比较特殊的说起，这只的手臂是带抽拉关节的，往出一蹬可以蹬出这老长来，它主要是一些造型的补充，作为你手臂可动的延展，例如说夹胸和扩胸类动作。肩甲在马飞的一些其他素体上比较常见，它是固定装头，装位是死的，跟手臂不互动，只在做单臂大回旋的时候随形。肩甲的卡位是个极浅的装头，优势当然是不容易损坏，别一别也无非就是掉了。那劣势呢也非常明显，就是松，它也啷当。所以在咱们刚才提到的，在摆一些上半身的基础造型的时候，它也是个不稳定因素。手臂的常规平转，双关节，手腕的常规球关节，这条线上的几个点倒是很工整。腹部腱膜上的防穿帮很好，它是往下建了很深的一块，所以不管是弯腰到极限还是挺腰到极限，都不会有因为腰关节导致的穿帮。胯关节比较常规，腿部的平转它是做了一个斜切，斜切的切位也挺理想，利用战衣上的图形结构位去做切线。它这里头是一根长桩头，顶上带个关节球，作用除了平转之外，还可以做一些比较夸张的类海洋堂腿部关节的透视踢腿效果。实际摆造型的时候可能作用并不大，
而且呢切位也不算穿帮，用不用在你自己。腿部的双关节，从靴子开始构成的关节就一个，就是踝关节。踝关节呢也是求真，稳定性上尚可，可动上不太理想。你看脚，它的主可动适配位是往外撇，但实际上这一侧可动的价值非常小，你除非做了个崴脚动作，一般呢都需要往这边。但是因为它这边靴头长，所以说接地的调整幅度很小。另一方面就是这个靴子它没有拆出来做独立的平转，这就导致这个腿部在造型的时候，绝大部分形象它都是穿帮的。你看这靴舌头不跟脚，它也没有办法用平转的方式去调整，这个在造型上那肯定是扣分项。这次马飞新蝙蝠侠配件的配置在日产美系这领域堪称豪华，头雕4个，双战衣头，双真人头。不管咋地，头雕这个配件它永远是硬通货。今时今日还能给这么多头雕的，那可能也就耐卡了。这回马飞这4个头雕得说都不含糊。咱从主体上这个默认头开始讲起，该咋是咋的。这个头雕形挺准，特征点抓的也算比较到位。小方脸，5方特质，小下巴，下颌骨尖角，小嘴，侧面看嘴有点撅撅的，都是那个意思。大额头加大勺子，这个特征点也对。这几年来讲，马飞的这个打印涂装的水平是有所进步，马赛克感有所下降。这个头雕尤其是眼睛没那么糊了，眼白、眼仁、眼睑的细节都有。面部在网点涂装的基础上有这种青须须的胡子茬的细节，这也是个颇为有用的亮点。此外，马飞这个应该是小比例的新蝙蝠侠里少数使用特种肤色调色的涂装，就是一个字啊，白呀。实际白的都过火了，白的都有点夸张了，但是这个意思对，一目了然的来自夜行动物描述的原作共鸣。头雕造型的小问题呢也有，主要是耳朵的走势和形状，这个耳朵根过于饱满了。新蝙蝠侠应该是细尖的耳朵，并且耳朵的走势呢稍微有点偏，应该更正一点，不是往两边撇。但是纵使算是毛病，也算很不错的小比例头雕。这个头雕怎么说呢？看着它很幽默，但是演员本人确实是因为嘴比较小，所以在做咧嘴表情的时候，他看起来没什么侵略性。原著状态来讲就有点滑稽，在这一点上远没有前几代蝙蝠侠脸部的造型张力，所以这就导致新蝙蝠侠的玩具品类里做怒嘴没有太讨好的，而且做了大家也基本都不用。这个头呢反正就算是那意思，黑眼圈的真人头，不论是发型啊还是面部表情，明显是取自电影里蝙蝠侠摘面罩修整的这一形象，一样是面型挺好，肤色也是这种特殊的肤色，而且眼妆的涂装相比官图是有优化的，官图做的过于紧密也过于黑了，这里呢他做了一些自然的渐变和阴出来的效果，那种过于刻意的感觉就没有了。这个头雕的呈现感也挺好，不过有一个修正了但是没到位的点，就是头发。人物的发际线在官图里就特别高，就看着像戴了个假发套似的，实物呢往下压了一压，有所修正。不过对于一个小比例的产品来说，这个额头的留白做的也确实是太多了，应该再往下压一点。现在还是有点像秃顶假发套。真人头也有2版，这一版是无装版，那这个配置都给了，那相当讲究了。你按道理来说，这个玩意儿加一个西装素体，再加点配件，那妥妥又是一盒。这个头它的呈现状态也挺好，尤其是对于发丝的处理，它做出来这种头发有点稀的感觉，肤色依然是这种亮白色，突出人物的特点。不过问题也有，这是马飞通性的问题，就是他在做这类人物的时候，不论人物的面部轮廓如何，但是他的眉眼处理都非常日式。本来新蝙蝠侠这个演员他就没有过于突出的我们刻板印象式的欧美五官，再加上这个日式眉眼，这俨然就是个亚洲人，再加上这个日系中分，那直接就可以联动假面骑士。玩笑说玩笑，虽然各有各的小问题，但是这4个头雕完成度都不低，算是非常体面的配置。实际还有尾第5颗头雕啊，空壳头盔。新蝙蝠侠这头盔也算个乐子事儿，8家做出12个样来。从出处的角度来讲，大家都向着各个设定集的各个角度去做，谁都不能算错了。但是如果像马飞这个官图做的，他想还原的是摘面罩的造型，那至少这一时期的面罩不长这样。完全还原这一造型面罩的目前只有蚂蚁，它倒是更适合作为第5个替换头，把整个造型变成一套空壳战衣。马飞这个是没有实现完整版的修整造型，它和 SHF 版有类似的替换胸甲的配置，不过它的披风是粘死的，至少官方是不鼓励你拆卸的。摘掉胸标的胸甲
和独立的胸标。实际上这个和 SHF 有一样的问题啊，就是这个作为配件的胸标，它的涂装其实更适合装在身上。此外，这个替换的胸甲胸缝位置没有涂装，可能马飞真觉得那标和黑缝是一起的，那也不对啊，那这摘下来应该是个扑棱蛾子型啊。冷烟火适配没有问题，不过目前为止做这个造型的都只是做了个棍儿，实际这个配件它适合做一个衔接性的特效件，搞这么一个范围的特效件的红雾或者是红火焰，相对高端的高拟真作品可能未必契合。但是像马飞这个，它本身的造型完成度比较高，尺寸比例又比较偏小的，它合适。这其实就可以作为一个第三方也好啊，还是官方的配件包的研发方向。手臂上的绳索发射器装置，马飞这版一样是替换实现，不过它的替换要更暴力，它是直接替换整个小臂，替换小臂后持握发射器。实际马飞版这绳索发射器，它只跟手有连接，没跟发射器有衔接，只不过是做了个视觉衔接，意思一下。其实呢，它可以是飘着的，不过不影响呈现，这也不是毛病。毛病应该是这绳索发射器它没有给爪头或者是绳索一类的配置，这个配件给偏了。人物右腿绑带上闫弹枪的挂位，马飞做的非常严谨，不是一个纯装饰品，他做了2套，一套是里头带枪的，一套是里头没枪的，可以用来模拟闫弹枪在手和闫弹枪在鞘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个东西呢，它应该是闫弹枪，在电影里没有实际戏份，主要是通过设定集了解。马飞是把这个东西的作用给改变了，他把它做成了钩爪枪，而且前头的钩爪是粘死在里头的，不可拆卸的。这逻辑肯定有问题啊！你要右腿枪挂里是钩爪枪，我手臂上戴那俩是干啥使的？这个配置做错了，再加上前面蝙蝠侠头盔各家各样，对此我倒真不想批评玩具厂商，这种事儿确实是版权方的责任更大。厂商做这些东西，他查阅官方资料也好，引用官方的图库数据也好，他总有纰漏的时候。这个时候版权方的监修，你要告诉厂商，你这个东西做错了，它应该是干啥使的，这是版权方监修的义务。你不能审核的过程中光为自个儿规避风险，那不成干收授权金不干人事了。一个不是配置的配置，马飞这个跟 SHF 一样，内核都挺漂亮，这么漂亮的内核应该让它有用，而不仅仅只是个包装内衬，单独印一张搁里头卯8分的，不是啥成本，让玩家能做个背景纸啥的。现在想要这个，那你就得毁盒了，可能还未必能收拾好。马飞这个新蝙蝠侠可以说造型、涂装、配置的完成度都可圈可点。作为晚于 SHF 1年上市的产品来讲，它的后发优势也相当突出，不论是都在水准之上的4头雕配置，还是大量通过替换实现的互动配件，都让人对这个产品是相当有满足感的。但是因为产品的低级错误呢，它的互动体验确实是挺糟糕的，这非常可惜。但饶得如此啊，涵盖这些缺点，产品在小比例新蝙蝠侠玩具上依然算是非常能打的。甚至如果有机会优化这些小问题，那这个产品都可以作为日产美系影视可动人形的一个小标杆。好了，讲到这儿吧，感谢各位收看，我是边浮云，咱们下周见。